你是一只涉世未深的小老鼠，进入社会后，你发现大家都在跑，虽然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但你还是跟着跑了起来。队伍最前方是一趟通往幸福的地铁，地铁上虽已塞满了老鼠，也还是有勇敢者不惜夹掉尾巴挤了上去。商场鼠满为患，道路拥挤不堪，大家在迷宫一样的社会中寻找幸福，甚至为追求幸福商品大打出手，遍体鳞伤。豪车、美酒让你体验到了非一般的感觉，但多巴胺褪去，你又回到了原点。你意识到只有赚更多钱才能买更贵的车、更美味的酒，让自己更幸福。于是你追着金钱来到一家名为幸福的公司，成为了成千上万只被捆绑在格子间的老鼠中的一个。我们不停地追求幸福，但不知不觉掉进了社会给我们挖的最大的坑里，有钱就幸福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最近看了《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的新作《有时真的很绝望》中关于幸福的哲学解读。今天咱们聊聊有多少钱才能买到幸福，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幸福中慢慢走向了幸福的反面。从小到大，我们似乎被设定好了程序，好好读书，考上名校，进入大厂，挣很多钱，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先是被父母、学校灌输一种思想，在幸福之前不能让自己太幸福，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告知不能贪玩，而应该每周7天游走于各种辅导班之间，让自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接着上高中考大学，我们又不得不跟1000多万学子比谁更刻苦更好学，争抢一流高校的入场券。前20多年，我们像是跟快乐有仇一样，把快乐交给父母和学校，希望以此换来后几十年的幸福。毕业后原以为可以一展拳脚寻找幸福了，谁曾想寻找工作的费劲，好不容易找到了吧，也躲不过加班多薪水少的下场。这个时候社会给我们灌输了另外一种思想，你不幸福是因为你穷，有钱
就不是金钱呢？赚钱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很多时候，钱确实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上住着3个人，一个是你，另外2个巨人身高、力量、智慧都比你高出1倍还多，你所有的事情都要依赖他们，不光吃的喝的，你的情感需求都得靠他们来满足。他们通常对你很好，你也听他们的话，但有时候他们会对你发火，甚至拳脚伺候，没办法，打又打不过，跑的话没准会饿死，你只能害怕委屈，偷偷生气。上面这个故事来源于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或许你已经看出端倪了。没错，2个巨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而这个星球跟我们的童年极为相似。小的时候啊，孩子由于心智不全，没办法用逻辑思考来处理问题，只能模仿父母的语言行为，只能通过父母的喜怒作为标准判断对错。这样一来，父母的观念就像基因一样传递给了下一代，不管这些观念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孩子是接受还是排斥。这也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原生家庭。我们能发现，虽然父母不同，但他们却有着一套惊人相似的大道理。以下几种情况，如果你也遇到过，可以弹幕1：父母不会错，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听我的就对了。2：都是为你好，我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我咋不去管别人家孩子。3：语言 PUA， 你看人家王婶的孩子每次都考前10，你咋这么笨呢？4：身体虐待，爸，我不及格。什么？我鸡毛掸子呢？5: 往死里卷，一周6节补习班，你累什么呀？上次才考97分，还没骂你呢。现在看来不仅不严肃，甚至还有点想笑，但在当时那可是父母的真理呢。而这些真理也藏着几种有毒的原生家庭。第一种，自己永远是对的。如果父母是一种职业，那可能是唯一不用实习就上岗的职业了。很多父母对自己做父母都有迷之自信，自己永远是对的，把你应该这样，你不能那样挂在嘴上，即便真的错了就来一句我都是为了你，把自己的错误合理化，以至于让很多孩子过度神化自己的父母，并且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第二种，不称职的父母，孩子就是孩子，需要完整的童年，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原生家庭提到一个案例，莱斯的爸爸经常出差，妈妈精神衰弱，身为哥哥自己从小就要照顾2个弟弟的生活。当别的孩子在外面打球的时候，他只能扮演家长，给弟弟做饭，送他们上学。童年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否认有需求，以此来对抗孤独感和情感缺失。长大以后，莱斯婚姻状况一直很差，因为他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第3种，操控型父母。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如何与父母断绝亲子关系，竟然有813万浏览。题主的父母经常通过家暴来控制他的人生，比如控制他的衣着，逼着他把信拆给他们看，甚至还要改题主的高考志愿。操控型的父母基本不会让孩子做选择题，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就对了。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强硬操控型，不听话就骂就打；另外一种是无微不至的好，让你产生愧疚，不得不听他们的。这种孩子很难脱离父母成为独立的个体，也不懂区分自己的需求和父母的需求。第4种，虐待性父母，包括身体上和语言上的虐待。身体上虐待的父母都遵循一个真理，没有什么是打1顿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打2顿。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部分都是独苗。你像我小时候，大家的爸妈观念非常一致，恨不得见面聊天都是今天你打了没。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持续性威胁与间歇性恐慌并存的童年。如果说身体上的虐待能让孩子更皮实一点，那语言上的虐待只能让孩子更脆弱了，这对孩子自我认同感的形成影响非常大。父母说我笨，那我是真的笨；说我没用，我就是个废物。如果2者叠加，那就是打你1顿，然后再说妈妈打你，其实心里比你还疼。心理治疗师苏珊·福沃德说过，父母在虐待子女的同时，也做出了爱的承诺，2者之间会形成一种畸形又异常牢固的关系。第5种，宠溺型父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了 0.85%， 孩子变得稀有了，基本都是父母和他们的父母围着一个孩子转，所以很多家庭把孩子宠到了极致，就像是一个主人6个佣人，在家不用手，出门不带腿。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全世界都是他的，得到就是理所应当，得不到就是父母欠他的，最终变成只会索取的巨婴。父母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做法有问题，也就意识不到这些做法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首先就是性格缺陷，有毒的家庭需要压制每个成员的个性、情感和需求。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人，而是整个家庭体系的附属品，所以在性格上都会有下面几种典型特征：依赖型人格，自己很难做决定，将需求依附于别人，接受甚至要求别人安排自己的生活；回避型人格，小的时候错了要挨打，所以害怕出错，长大后社交恐惧，对负面评价极其敏感，害怕被拒绝，自卑脆弱；讨好型人格，过分的约束让孩子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想法，导致不断让步，没有底线和原则，自我贬低，很难拒绝别人；强迫型人格，在童年缺乏父母的关怀和照顾，不具备分担和理解他人的能力，做事刻板固执，缺乏应变能力，比如因为完美主义而拖延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外部行为倾向都是由内在性格特征决定的，所以有性格缺陷的人又会有下面几种典型表现：
一、自我认同感低，就像雕塑一样，别人拿着刻刀刻成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坚信别人的评价就是事实，没有自我探索的过程。说我懒，我睡到12点；说我笨，我门门不及格。而且通常会对人不对事儿，说我做的不好，就是说我这个人不好，一般会消极、自卑、敏感。二、心理防御机制不健康。心理防御机制就是抵抗外界威胁、保护自我的方法。比如小时候夜里去厕所，妈我怕黑，胆小玩意儿，怕就憋着，到现在夜里都不敢上厕所。在需求被忽视和压抑之后，大脑就会通过减少尝试来保护自己，这种属于逃避机制。再比如，妈打你都是为你好啊，结果自己孩子生下来就挨打，用似乎合理的解释为情感行为辩护，这种属于合理化的自骗机制。三、强迫性重复，就像弗洛伊德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游戏，结束然后循环往复，这在亲密关系上表现明显。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特别容易与某一类型的人产生深刻而强烈的互动？有些女生总是遇到渣男，有些人离了3、4次婚，其实是想通过别人满足童年未满足的心理需求，治疗心理创伤。觉得母亲管得太多，自己不够独立，就找个喜欢管人的对象，然后证明给他看，你不能管我，你也管不住我。结果可想而知，对吧？分手后再找一个喜欢管人的人。有句话是，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如何才能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呢？一、避免原谅和反抗陷阱。原生家庭提到，原谅只有在该负责的人主动认错，并希望得到你的谅解才有意义。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对吧？反抗就是另外一种极端，对着干。以前得靠你养，打不过你，现在我行了，你让我干啥我就不干啥。表面上看是摆脱了影响，但其实这种负面影响把孩子与原生家庭绑得更紧。原生家庭就像给你关上了一道门，但是没有上锁，真正锁住你的还是自己。这个关键点不是你用什么态度对待父母，而是用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人生。比如节目《无言之下》中有一期，嘉宾泡芙喵提到自己以前怨恨父母，但随着成长逐渐与自己达成和解。二、不要自我惩罚。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第一步就是放过自己，不需要为父母的过错负责。这里有个方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就像美队穿越回去遇到以前的自己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自己的童年对话。因为现在你的心智更成熟，你可以去开导以前那个小孩。第一步，你不需要为什么负责，你不需要为父母的忽视负责，你不需要为父母的 PUA 负责等等。第二步，你可以用合理的方式发泄，允许自己愤怒，然后通过摔枕头发泄，通过运动释放情绪，通过美食打游戏转移注意力。第三步，你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作为独立的成年人，你受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小，相反，自己对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才是你该负责的。三、培养成人自我状态。沟通分析之父艾伯恩把人的心理影响行为的模式分为3种：儿童自我模式、父母自我模式、成人自我模式。儿童自我模式就像你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孩一样，天真活泼但情绪化，遇到问题可能会逃避甚至哭闹。父母自我状态就是我们会把父母的那一套观念和行为搬过来，比如父母打你，你也打孩子；比如你会学父母说你懂什么，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以此来约束别人。成人自我状态就是你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对问题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行动。很多人对待原生家庭就是前2种自我状态，我要逃离他们，战胜他们，但其实也变成了他们。用成人自我状态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自己是个独立于父母的个体，可以拥有权利和自信。你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表达，而不是为了赢得他们的认可。你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对人对事儿，而不是模仿和抵触父母的方法。原生家庭的影响就像雕塑一样，把我们刻成了不那么完美的形象。但没关系，你只要跳出自我封闭的怪圈，刻刀就回到自己的手里，眼睛再大一点，鼻子再挺一点，按照自己理想的形象去修正和重塑。最后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原生家庭、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为何家会伤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一天清晨，这个男人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光是开篇第1句，你就能读出这本书的荒诞。但就是这么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把社会奴役下人性的扭曲批判得深入骨髓，同时也把作者内心极度的孤独展现得淋漓尽致。更神奇的是，这本早在1912年完成的中篇小说，放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完美解释很多人在工作生活重压下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弗兰兹·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如果你也是这个嘈杂的社会中略显孤独和时常内耗的那个人，看完视频，你一定能从中找到最真实的自己。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虽然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但没办法，父亲的债务、妹妹的学费，
一家老小的开销都指望着他的那点薪水。这一点很像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格子间里，被老板和甲方呼来唤去，还得赔上假笑，想辞职又没有勇气，毕竟肩上的负担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格里高尔就是这么一个社畜，纵使对工作满腹牢骚，也得对现实点头哈腰。不过这天早上，故事变得诡异起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身体变形了，但他对家人的爱和责任感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所以在面对如此大的变化时，他没有震惊，反而是担心怎么赶上出差的火车。但在吓跑了前来催他上班的公司主管后，就意味着他再也无法靠工作为这个家创造价值了。这对一个原本就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他终于可以摆脱讨厌的工作和社交，从照顾家人变成被家人照顾。但现实远不如预期来的美好，因为他发现在失去工作后也失去了一切。家庭的另外3个成员在看到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时，显然也产生了思想上的变形。他们把他囚禁在自己的房间，母亲见到他跑得跟兔子一样快，父亲用各种工具频频攻击他，妹妹也提议把他房间的家具都搬出来。你能想象吗？格里高尔曾经拼命工作养活的3个亲人，如今却把他当成累赘，当成负担，当成必须从家里消失的异类。格里高尔也曾试图恳求家人理解，但他所做的每次努力都让他与家人的关系更加恶化，也让自己伤得更深。直到有一天，妹妹演奏的小提琴被租客贬低，他冲出房间企图维护妹妹，但这一举动吓跑了租客，妹妹的耐心终于消耗殆尽，咆哮着要把格里高尔赶出这个家，还说如果他真的是格里高尔，应该主动离开，因为他早该意识到人和动物是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这番话让格里高尔融入家庭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在伤痛和绝望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即便在奄奄一息之时，他仍然没有怨恨家人，而是满怀内疚和担心。反观家人的态度就耐人寻味很多，他们把这当成是上帝的仁慈，然后全家一起出去散心，开始新的生活。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我们用普通小说的视角看的话，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主人公会变成一只甲虫？作者想要通过变形这一超现实设定表达什么？我们可能只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变故，但这种浮于表面的理解跟格里高尔的家人把格里高尔理解成怪物异类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我们把视角转移到作者卡夫卡本人，转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就能发现作者通过一个极其荒诞的故事，剥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外衣，把人在环境重压下逐渐异化变得畸形的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或许荒诞的不是故事，而是社会；变形的不是肉体，而是人性。接下来咱们深度还原这位具有病态才华的世界文坛巨匠，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才让他想要通过变形这一极端方式来寻求思想解脱和自我救赎。1883年，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白手起家，凭一己之力积累了一定财富，这也决定了他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专横性格。在家里，任何人都不能忤逆他的立场。作为长子，卡夫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宠爱，相反，脾气暴躁的父亲对他非打即骂，母亲性格懦弱，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卡夫卡从小就内向、胆小、孤僻、敏感，对周围的一切都深感不安。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是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存在。成年后的卡夫卡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写作，我会以发疯了却这一生。可惜的是，父亲对他这个爱好同样嗤之以鼻，所以他不得不听从父亲的意愿，去一家保险公司做法律顾问。这让卡夫卡无比痛苦。他曾这样描述：我站在通往办公室的狭长走廊上，每天早上被绝望侵袭。这简直就是所有打工人敢想不敢言的心声，对吧？后来他屡次想要摆脱工作，以便专心创作，却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22年因生病被迫退休为止。看到这些经历，我突然明白了《变形记》中变形的用意。书中的格里高尔简直就是卡夫卡的真实写照，简直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情感没有寄托、诉求无法满足的社恐最真实的愿望。咱们在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幻想过自己要是一只鸟、一条鱼该多好，不用上班，不用还贷，不用背负各种责任。或许某天早上一觉醒来的卡夫卡，一想到又要做讨厌的工作，见不想见的人，在那一刻他也开始幻想自己要是一只甲虫就好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变形记》就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是卡夫卡想要逃避现实生活，通过创作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策略。他把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投射到虚拟的艺术世界中，而当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内心活动的时候，他才真正是他自己，而不是被家庭和社会摧残、苟活于世的异类。卡夫卡的一生都处在理想与现实、工作与创作、家庭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中，内心孤独和内耗到极致。
但他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不幸的人。换句话说，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跟卡夫卡同一时代的人共有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卡夫卡生活的时间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高度重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仅来源于电力驱动下的新生产模式，也来源于资本主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所以当时的社会导向完全靠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都以物质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一点从他父亲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中也能看出来。资本家们为了利益不顾一切地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把他们变成流水线上丧失主观意识的工作机器。咱们在聊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中提到，当时社会有个被称为工作伦理的戒律，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不工作是一种罪恶，会被社会鄙视和抛弃。这显然是资本主义对压榨劳动力的反噬而已。如此一来，我们就明白了卡夫卡的家人都尊敬和惧怕父亲，却都不理解卡夫卡的原因。毕竟谁能挣钱，谁的地位就高，搞文艺创作那就是不务正业。就好比你大学毕业后跟爸妈说你不想上班，想打游戏挣钱，你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在物质至上的病态社会中，人们的道德逐渐缺失，人性逐渐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淡薄。就像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公司老板就是众多资本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上班期间，格里高尔不敢犯一点错，哪怕一丁点的疏忽都会招致老板的怀疑。5年里，格里高尔没有请过一次假，唯一的一次旷工就是他变成甲虫的时候。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他被辞退的结果。父亲的权威无法抗拒，工作的障碍无法克服，内心的孤独无法忍受，坚持的真理无法追求。这些因素叠加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势必会造成思想上的变形。但卡夫卡没有选择跟随世俗，而是在变形记中以表现主义的手法完成了身体上的变形。在此之前，卡夫卡也多次想要跟这个世界和解。他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样一种感受：我被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与一切事物隔开，我没有一次不碰到他的边界。可见他多么渴望与外界建立联系，被世人理解和接受，但孤独始终是他最真实的处境。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用更具象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曾3次爬出房间，力图与家人沟通。第一次，他想要解释自己的变化，但被父亲赶回房间，腿也被夹伤。第2次想跟母亲解释，又被父亲用苹果砸伤。第3次企图维护妹妹，结果引起了全家人的愤怒，在绝望中死去。或许每一次打开房门，他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鼓足勇气袒露自我。就好比你是一个内向又孤独的社恐，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斗争后，你选择跟家人或者朋友诉说，得到的却是不理解的回应，可能是一句矫情，可能是敷衍的表情，这些都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向你敞开的内心。在确认了自己始终无法融入这个社会之后，卡夫卡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排解方式，把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精神需求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上，而创作内容又是现实生活的困境最真实的写照。变形记借甲虫的视角看清了一个小人物因丢失工作变得没有价值之后，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遭遇。审判通过一个无罪的人被逮捕、被审判、被处死的悲剧，诉说阴暗社会下无辜人民的悲惨命运。饥饿艺术家更是把自己化身为备受观众冷落的进食表演者，表达对写作这门事业的敬畏。正因为这些看似荒诞却无比真实的故事，人们普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一种现代人的困惑，看清了自己被现实环境挤压变形的处境，以此来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毕竟任何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都有可能遭遇突如其来又无力抵抗的打击，可能来自于并不完美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不太顺利的工作经历，来自于充满波折的感情生活，甚至有可能来自于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在这些卡夫卡式困境中，你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内心痛苦，还要顶住彻骨的世态炎凉。不过也正是这些困境，才能让你看清荒诞现实下最真实的一面，让你应对人生变故的羽翼逐渐丰满，让你更加重视和珍惜生命的价值。卡夫卡曾说，一本书必须是凿开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利斧，他就是用这把利斧凿开了社会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冰层，透过冰层，他建立了与精神世界的联系，探寻到活着对于人生的意义。而我们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利斧，所以在弗兰茨·卡夫卡诞辰140周年之际，把这本《变形记》推荐给所有的小伙伴。